后每20公分都是水。你的脚就过，这边如果买下不去啊。出道。而且它挖了水又填回去。大家好，谢谢你的收看。大白呢，终于装上了绞盘。那刚装好的当天呢，晚上呢，我们就迫不及待的去海滩测试。那虽然想说可以测试绞盘呢，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预期应该是用不上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地方应该是不太会表情的，所以大家其实是抱持着很轻松，想要来快闪一游的一个心态。没想到我们就遇上了最可怕的等差状态。各位可以看到，我整台车深陷泥巴里面，完全开不出来。后面还没有陷入泥巴的车呢，我们也不敢继续往前开，以免呢跟我的车一样深陷泥巴里面。各位可以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脱困板实在发挥不了它的作用。我们4辆车唯二的2台绞盘车呢，同时呢都深陷泥沼之中。后方的2台车我们也不敢继续往前，因为后方全部都是软沙，我们生怕全部的车都陷入泥沼之中。我们只能想尽办法让其中一台绞盘车能够先脱离泥沼。2台车的距离非常的长，大概有40-50公尺左右。那幸运的是呢，我们携带了足够长度的绳索，否则的话，2台绞盘车相距如此长的距离，就算有绞盘，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各位也可以从影片中感觉得出来，这里的泥巴是有多么的软烂。其实在烂泥里面行走是非常耗费体力的。还好我们队友之中有一位平常经常在锻炼身体的队友，要不是有他在中间不断的来回穿梭，来帮我们拉绳子，我们可能没有足够的体力来脱困。那刚刚从影片也可以看得出来，2台车相距非常的远。幸运的是，在不断的尝试之后，终于先让其中一台车脱困了。大白终于率先从烂泥中脱困。在车子离开之后，我们才真正的了解，这边的烂泥实在是太深了。透过这一次的经验，才深深的了解到绞盘的重要性。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救援工具都没有用，在这种烂泥之下，没有绞盘，你根本脱离不了。当天脱困的影片连结我会放在右上角。如果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以及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哦。后面就要跟各位分享安装绞盘你需要知道的注意事项，还没看之前千万不要买哦。大家好，谢谢你的收看。那这一次大白呢，带大家来到这个河马的汽车修护厂，它是位于在淡水。那这一次大白呢，因为很多观众朋友提醒我自己去户外越野呢的一个安全性那你要在自救的时候呢，绞盘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呢，我就决定呢来安装这个绞盘。那左边这一位呢，就是我们这个河马汽车修护厂的这个卓班先生那非常荣幸呢，他能够接受我们的一个访问。我相信跟我一样想要安装的这个车主呢，一定会有一些很多的疑问，包括呢，我之前看了很多人去安装绞盘呢，底盘的处理不是那么的漂亮或者是安装完在露出来的部分呢，我个人觉得不是那么的美观。
我也是做了很多的研究才来决定要安装绞盘。那这边呢，我想要请教一下卓班先生那其实因为我之前在看大家在安装的时候啊，有一些露出来的部分就是我不能说太丑啦，就是不是那么符合我们车子的美感。是，对。那关于这种安装绞盘架的部分啊，支架或什么样的一个选择，或者是用料啊，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可以让观众朋友分享的地方？建议就是要买大品牌做的绞盘支架。是，因为绞盘支架如果可能几年前大家在装的时候，或许还没有出 Discovery 5专用的支架，那可能是用比较类似的车型下去做修改。这是我们使用的绞盘支架是英国厂商制造的，所以它可能经历了比较多年，做的位置比较正确。那可能在2-3年前，厂商还没有开发出 Discovery 5专用的支架，所以要使用的时候，或许是用 Discovery 4或 Range Rover Sport 的下去做修改，然后会比较多手工的问题，那手工就容易产生误差。那有产生误差，就会有 Liber 说的状况，那可能外露比较不好看，有修改的痕迹，或者是上下位置有偏差，要切保杆的位置就会比较多。因为我看以前的车友装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切割的地方比较多，对，所以这一次呢，我们采用的这一个支架是另外从英国订来的一个支架。OK， 了解。另外一个问题想问就是我看就是在绞盘的部分啊，它其实有遥控跟线控。那平常用遥控是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遥控器没有电或者是遥控不良的时候，它需要接那个线，对吗？那如果它要接线的时候的话，我们的控制盒缩在这个保杆里面，那非常的不方便。那如果以后能不能有什么样的改善的方式呢？好首先讲一个题外话。遥控器里面装的是3号电池，对，然后它开关的方式就是你压了开关，它会开机，然后开机使用过后，很多人会忘记还要关机，所以它是需要关机的。对 ，OK， 如果忘了关机，电池就很容易没电，然后电池没电的时候，就会遇到需要使用接线的方式去控制，然后控制的话，它的控制开关在这。首先，因为绞盘是防水，它有一个防水套，你要把防水套拨起来之后。插头，然后插头是有防呆的，可是防呆因为手要伸进这个缝里，要插得好，通常会需要花一些时间，所以可以做一条延长线，拉到这一侧，然后把开关插头的位置做在这里，或者做在这里。所以以后我们可以装好的话，我们就直接从这边可以接这个控制线，不用再伸进去了，是吗？对。那这样子安装的这种工时会不会需要很久呢？安装的工时要看车型啦，像 Discovery 5，基本上从这边施工，然后这里的空间手还有办法做事，所以不会花太多的时间，那或许3个小时左右可以解决，对。但是如果是 New Defender 或其他车型，或许就要把保杆拆下来，保杆拆下来可能就要花个将近1天的时间。我还有别的问题想请问其实我自己呢，在来这个河马这边安装之前呢，我也做了一些功课，也问了一些其他车厂啊。对，这个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就是有些车厂他跟我说安装，他们2天就可以装好了，但是有些车厂他就说他3天也就可以装好了。但是我在问卓班的时候他居然跟我说至少要4天，那有的时候可能会要到5天的时间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就是你收的费用跟大家一样，那你为什么要花更多的时间？那到底中间有什么差异呢？中间有什么差异？应该说抓4天是抓一个安全的预留时间，因为毕竟是改装的东西，英国的绞盘架过来，它原本有配 ACC 的支架，但是它 ACC 的支架这次遇到问题就是它配的是小的 ACC 支架，但是我们发现这台18年的车，它的 ACC 是比较大颗的，那就无法把 ACC 装在它原来建议安装的位置，所以我们就要另外找一个位置来安装。那这时候衍生出的问题是 ACC 这种电子雷达感应的零件，它其实很敏感，如果装在错的位置、错的角度，那 ACC 可能就会失效，所以我们就要再做一个 ACC 支架，然后装在我们觉得合理的位置，然后再把一切保杆复原，然后拿去试车。
那试车如果还遇到问题的话，那就等于我们要把保杆拆下来，重新再施工一次，找到一个更好的位置，所以就需要预留一些比较多的时间啦。哦，理解。所以那个时候你载我出去有反复测试的话，就是为测试ACC 是否有达到它原本的一个功能。是的，是 OK， 了解。非常谢谢佐班先生呢接受我们的采访哦。希望这一段影片呢对各位有帮助哦。如果您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还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以及打开小铃铛，这样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下次见，拜拜。现在呢，佐班先生要教我们怎么样操作这个绞盘哦。这也是绞盘的空档开关。平常转到平行面的时候是静档，啊，这时候就可以使用遥控来控制。是。但是大家刚刚有看到，用绞盘的速度12000磅，它的扭力很大，但转速没有很快。所以当你应急使用，或者是不想按那么久的话，可以把排挡杆打进空档。打进空档用手拉，其实比绞盘自己做动的速度还快。OK。那请教一下，那在收的时候啊，收到最后面的时候，它应该就不会自己停的嘛？不会自己停。所以差不多的时候就不能再按了，对吗？差不多收到底的时候就不能再按，它不会自己停止。通常我们看是听声音啦。收到看起来快底的时候，再收一下，会听到绞盘扭比较紧的声音，那这时候就知道到位。是，哦，了解。那其实我在网络上看到，就是说绞盘使用完收回去的这个很重要，再收一次是很重要。说什么绳子不要让它有缠结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个怎么样收会比较正确？怎么样收比较正确？首先，绞盘的滚就是一圈一圈过来，它会从右滚到左，对，然后再从左滚到右，对。但是如果你没有自己使用手动去帮它控制方向的话，对，比如说我这样一直收，直线在同一个地方，对，它就会在这里滚的比较大圈，是啊，滚的比较大圈之后，因为绞盘的空间有限，它的圈数太大，范围太大，就会卡住。哦，对，所以收的时候要仔细看一下有没有，要自己去顺它的线圈。是，对，要平均收。理解。那其实，在网络上还有人这个说那个绳子的保养啊，为什么有些人说？我不确定是这个到底是对的还是错，因为有人分享，我也不确定是对还是错。那他说什么最好是洗然后泡水什么东西的，我不知道是泡水到底是比较好的方式呢，还是应该要怎么保养吗？洗泡水的话，应该是比如说我们在沙滩或溪床边，它的粉沉进去或者是沙进去，多少有一些腐蚀性。对，啊，久了会让我们的尼龙绳比较硬化。是，比较硬化的话，它的弹性变差，耐用度也会变差。所以就是使用完还是要把它拉出来清洗。是，了解。如果有空的话，谢谢。